心灵的起源，思考宇宙的奥秘。当思想跃入你的脑海，就像宇宙求入实相一样，一扇通往奥秘之门的窗户被打开。这些思想的起源，就是宇宙本身的起源，因为意念的诞生即是宇宙的诞生。我们可以透过了解这一刻念头的缘起，来揭示宇宙的起源和运行方式。思想如同宇宙的构造，无处不在，随着每个人的独特视角和感知而变化。这样的思想就像星辰一样，照亮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。知晓这一刻念头的起源，相当于知晓宇宙的根源。宇宙的意念和思维形成了我们所现的一切。透过思考这些念头，我们揭示了宇宙存在的奥秘。同时，梦境也是这奥秘之门的一部分。了解梦的来源，就如同知晓死后灵魂往何处去。梦境是一个超越现实的领域，它揭示了我们意识深处的愿望和恐惧，同时也连接着生死之间的无穷回圈。宇宙和思想的交织，让我们认识到每个念头都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每场梦都是灵魂的一段旅程。这种认知使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超越了生死的界限，看到了宇宙的无穷奥秘。在赛斯的观点中，意识是宇宙的创造者，它通过思想和梦境展现出无穷的可能性。赛斯的教义启示我们，思想和梦境是探索宇宙奥秘的途径，透过它们，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宇宙的本质。赛斯的观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大门，引导我们进入超越物质界限的领域。在思考中，我们找到了宇宙的起源，发现了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连结。这种思想的启示和赛斯的教诲一起，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和宇宙的深邃奥秘，并勾勒出一幅宇宙与思想交织的画面。宇宙与自然，诗人心灵的科学启示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科学家们透过庞大的数据和分类体系，努力理解宇宙和自然的奥秘。然而，卓越的思想家，特别是诗人，也被认为拥有一种独特的科学眼光。他们通过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悟，超越了冰冷的数据，更深刻地理解宇宙的精髓。诗人被视为比科学家更科学的原因，在于他们能够透过直观、感性的观察，深入理解自然的本质。就像小孩子看到一朵紫罗兰，欢喜而敬畏的微笑，这种纯真的喜悦和感动，胜过植物学家对于花卉的冷静分析。植物学家或科学家虽然能掌握世上所有花卉的名字和分类，却可能已经忘记了对一朵紫罗兰的纯真体验。数据虽然是知识的一部分，但它不能代表对自然深层理解的代替品。思想如同宇宙求入实相，它无法用图表或公式准确描述，因为思想是一种超越言语和形式的奇迹。同样的，图解世界上的物种也无法真正传达对生命的真实理解。身为人类，我们拥有一种与宇宙相连的神秘性质。我们的主观感觉和每一刻的亲密经验都具有宇宙同样神秘的性质。虽然我们知道肉体会死亡，但每个人都有一种秘密的确信，生命是永恒的。这种感觉超越了所有的分类和定义，提醒我们存在于宇宙中的不可知性。赛斯的观点加深了对身心灵的理解。在赛斯的教义中，灵性层面的存在与宇宙的无始无终相融。心灵的永恒性超越了一切矛盾，为宇宙的无穷提供了更大的背景。赛斯的教诲启示了心灵与宇宙的共通点，让我们对自身的连结有更深的体会。在这无穷的宇宙中，科学家和诗人都在探索自然的奥秘，两者相辅相成。科学提供了冷静的数据，而诗人透过热情和感性的体悟，让我们更加亲近宇宙的神秘本质。
这样的观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，更呼唤着我们去欣赏宇宙中无穷的诗篇，